好，立刻来关注一下 TikTok 现在在美国，因为他们就是已经用这种压倒性的票数说，TikTok 要么就不要在这边营运，不然就是把它给卖掉哦。那周受资身为这个 TikTok 这边的这个营运长，他也特别发了一篇这个 TikTok 的短影音啊，来做反击。我们来听一听。We will not stop fighting and advocating for you. We will continue to do all we can, including exercising our legal rights, to protect this amazing platform that we have built with you. We believe we can overcome this together. I encourage you to keep sharing your stories. Share them with your friends. Share them with your family. Share them with your senators. Protect your constitutional rights. Make your voices heard. Love you all. 对 ，TikTok 已经发动反击了，因为在美国这边有1.7亿的这个注册用户哦，那他也是希望所有的注册用户站出来，然后来发声哦，保障你们的宪法权利，让人民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所以很多的 TikTok 的这些 TikToker， 他们都开始纷纷拍短影音在斥责这样子的一个法案的通过。那过去数年，他们说进行很多投资，都是在确保用户的资料安全，还有确保平台免受外部的操控。那如果 TikTok 被美国禁的话，将会使得创作者以及小型的企业损失数十亿的美元，将会影响超过30万个美国的工作岗位哦。那中国大陆也是表达了不满，他们说这是一个强盗逻辑哦。难道美国看到好东西就要据为己有吗？他说所谓的国家安全哦，这个理由用来任意打压别人的这些优秀企业哦，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方设法要据为己有，这完全是一个强盗的逻辑。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说，中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等于说来替这个 TikTok 来捍卫他们的这个经营权，以及在那边合法的这样的一个营运的状况哦。那说要坚决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我看到中国大陆的官方哦，外交部也以6000字大篇幅讲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是名不符实的。美国即使不遗余力的将这个散播假新闻的帽子扣到他国身上哦，其实都无法改变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识破美国用谎言编织的皇帝新衣。那其实这个中国大陆也算是大动作在反击，这一次美国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吧？怎么可以说，人家这个企业在这边经营，就给他扣上一个罪名，然后开始就说，不然你就要卖给我，卖给你，难道就变成没有这件事了吗？大家还是照样做短影音，还是说卖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合法来控制这些短影音上面的言论了呢？所以这是有猫腻的嘛？就是卖给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你好控制而已嘛。那再来，我们看到美国的网友是很愤怒的跑到国会外头，年轻人们还有一些 TikToker 靠着这个 TikTok 带货啊或直播为生的人，他们就去外头举牌子。我们来看看画面。那年轻人就反对这个 TikTok 禁令哦，就说国会会有更大的问题，应该要解决呀。因为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啊，光是工资问题自己都很难达成一致。想不到你们在禁止 TikTok 的问题上面这么的卖力哦，他们就很讽刺啊，就说你们政治人物该做的事情不做，反而来禁 TikTok， 啊一窝蜂的，不论党派，全面的要来禁 TikTok， 是让他们觉得看不过去的。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些 TikToker 从这个实体到网络，开始全面性的来跟美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来作对了，甚至他们还讨论起来，就说，如果他们不能用 TikTok 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抖音哦，其实是 TikTok。美国人需要 TikTok，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讨论，如果众议院通过了剥离法案之后，他们要怎么样在法律规范之下，利用 VPN 的方式继续来使用 TikTok， 就是开始讨论翻墙啊，大家在分享说怎么用翻墙的方式继续用下去哦。那你看看这矛盾的在于这边，我们今天特别去看了一下Biden 的这个 TikTok 的账号，他也是个 TikToker 啊，因为他昨天才更新了3篇新的短影音，然后其中还不乏要在骂一骂川普，一边骂一边禁，这就是美国人的这个标准哦，厉害了吧？他可以用，你不准用哦。那另外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前财长努钦啊，竟然跳出来，他说他有意要来收购啊，现在组建财团，准备要来收购
告 TikTok。那他说这个应该要归美国企业所有。哇，这改成了这样子的方式 ，TikTok 就可以在美国继续下去了。然后董事长变成母亲，这很奇怪。那美国还有富豪讲说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可以透过 TikTok 来掌握到这个大家的秘密所以现在必须要转为美国公司。那如果既然有这样的机制，是不是代表美国政府或美国企业掌握到 TikTok， 那美国也可以掌握大家的秘密嘛？如果你们的逻辑是这样子，换成哪一国来拥有，不都是如此吗？那所以人家难怪会形容说这叫做豺狼马上就已经来了。那加拿大现在也跟着走就说现在可能也要跟进美国的予以封杀连我们的行政院其实也都在那边唱和这件事情，就说我们搞不好也要进 TikTok。那反正现在看起来，川普是不赞成的川普是站在 TikTok 这一边，哪怕他曾经反对，但是他现在转变了。那结果这个时间点，他就收获了一批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支持拜登看不下去了吗？现在竟然路透社跳出来讲说，川普曾经授权 CIA 对中国大陆认知作战就这么巧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开始在讲说，消息人士指出那这个行动呢，就是要能够获得一些这个，就是等于是目标是要散播对于习近平政府不利的消息，要行动旨在中共领导高层煽动其对北京的疑心，迫使中国政府追查外力的入侵他说我们当时就是想要他们这样子来这个难以追捕这些幽灵。这个翻译好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有这件事情啦。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川普才刚停完 TikTok， 是不是马上就被爆料？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这个 TikTok 美国大概指控他，比如说他会回传资料回中国大陆吧那或者是会贴出一些让他们不喜欢的内容事实上这次包括那个北美犹太人联合会，他是出具信函寄给所有的国会议员因为 TikTok 呈现了太多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那如果就这点来讲，那 X 那个 Twitter 也是一样马斯克也没有去禁挺巴勒斯坦的言论那如果说有泄密，史诺登事件大家记得吧？记得。真正有在跟美国政府勾结、提供资料，事实上就是 YouTube FB 史诺登公布的临近门，大家忘记了吗？那反而是 TikTok， 美国政府到现在还不能够证明他做这件事。所以你提不出证据，然后就要立一个法把人家禁掉这个当然国会有这个权利啦，因为你只是做一个政治表态嘛。可是 TikTok 一定会提出司法官司啦，因为你这个就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要限制人家的言论自由，限制人家的企业自由，这个我很难想象美国国会会胜诉啦，或美国政府会胜诉啦。因为事实上美国有一个州曾经禁用 TikTok， 就是 Montana， 那结果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落实因为法院就立刻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后续还要看啦，就是因为他是165天要求 TikTok 要剥离那个字节跳动，要剥离跟他的股权关系嘛，然后要转为纯美国人的公司嘛可是就这点来讲，中国政府是禁止的，因为中国政府有列出一些禁止出售的公司名单，对，那字节跳动就是其中一家，所以那个 TikTok 是没有办法出售的啦。这个 Mnuchin 连一点功课都不做，就在那边拉投资人在那边胡说八道，TikTok 是不能卖的啦，因为有一些关键技术，那时候中国大陆就不准卖嘛，不能外流。他当过财政部长，连这个都不知道，你就知道美国现在官员有白痴到什么程度了那不能卖的情况，所以你顶多就是让它下架嘛，下架之后，坦白讲有很多灰色地带了那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还要看那个官司要怎么走了，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那个字节跳动的外资占60%3个主要的大投资者都是美国的资本，一个叫凯雷集团还有西太平洋资金，这都是很大的美资
投资银行啊。事实上，美国的资金本来就在 TikTok 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国会议员根本都不做功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反中的表态这样而已啦。好，来问介老师。你知道，在美国《纽约时报》做了一个统计啊，他说大概有15%的美国19岁到29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新闻的来源，他们也不看报，也不看电视，新闻的来源你知道从哪里来？就是看 TikTok， 就是从 TikTok 来，15%哎，这数目相当的大。对，当然啦，现在他统计大概34%的19到29岁的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的新闻来源都是从什么社群网站出来的，所以呢，这社群网站34里面是从社群网站，可是整个加起来有15%的美国19到29岁年轻人的新闻来源是 TikTok， 这对美国来讲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没有办法管制 TikTok 的新闻，他这个新闻事实上，新闻说客观、完整、公正报道，那个是一个怎么样？那是个理想。大部分都是怎么样？不客观、不完整、不公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他们这一群 TikTok 的在上面做节目的这些人，在白宫面前，在白宫前面这个示威抗议，我就很注意看。你知道他远照是一群人，你待会再放他近照只照了2个人，一个是印度裔的，一个什么？一个是亚裔的。为什么要这样照呢？你看他一直照他，这个是不是美国人？不是，印度裔的。然后印度裔旁边，他就照一个亚裔的特写镜头的时候，为什么？他就说这些在 TikTok 上赚钱都是这些人啊！你看，刻意，这就是他们在传播一个讯息，没有错，有一群人在，可是你最后看到不是长得像印度人，就是长得像亚洲人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美国在控制媒体，媒体本身在控制这个讯息给人家的印象的一个方法。TikTok 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呢，美国这个国家。就跟不是我讲的是川普总统讲的，都是假新闻。美国总统每次一讲说你哪个媒体假新闻，你哪个媒体假新闻，对，都是假新闻。美国人自己讲的对不对？那 TikTok 是怎么样？它新闻来源是怎么样？是全世界各个 TikTok 用户他自己放上去的，所以你就很难，而且它很全。今天新闻不是只有美国的新闻单位在控制，全世界都怎么样都有新闻，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控制，这是很重要，美国要 TikTok 要禁掉 TikTok 的原因。好，来问赖老师，美国的 TikTok 5位董事3位是美国人，那 CEO 是新加坡人，他的整个数据是放在甲骨文，所以他基本上来讲说由北京来操控，这个站不住脚。那如果说加沙的战火，然后在报道里面完全偏向于这个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不利，但是他只是因为他这个平台他没有去管制，没有去介入，那这个就证明他的平台是自由的、开放的。相对来讲我们看到像这个Meta 像脸书，然后像这个YT 等等的。他们反而被管制了、限流了，也就是有关于不利于以色列人的新闻就被限流。那也就是说，谁是新闻自由，谁不是新闻自由，美国的民众就看得很清楚了。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的 TikTok 它反而更标榜的就是一个新闻自由，不介入的。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而其他的2个大的，他们却是因为支持以色列而做管制。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基本上来讲，当然他们就会更失去美国人对他们的信任。可是《纽约时报》的立场从原本的中立偏禁调的态度，又转向这个不应该禁调的立场。原因在哪里？一个最新的数据出来，最新的数据就是70%的美国人认为不应该禁，那这个变成一个主流民意了。之前他们感觉到说好像没那么多，现在最新的民调是70%的人认为不应该禁，因为他们认为禁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他们更担心的是，禁了以后不是让那个这个脸书 Meta 以及这个 Google 他们掌握更多美国人的数据，而没有第三方来做平衡，美国人反而更害怕、更恐惧。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呦，整个美国人又转变了，然后也发现。这个使用量这么的大，也就是33%的美国人
都在使用这个 TikTok， 而且是常态性的使用。这样的情形，他们就很明显的确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国会议员跟人民的意志已经相背离了，这已经是完全违反民主了。我们所谓的民主，就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以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现在多数人的意见就是70%的人的意见是说不应该禁，而这些国会议员却藐视70%人的意见，却要禁。这个时候反而引起了这个《纽约时报》的紧张。也就是说，原来这群国会议员可以完全藐视民意，可以为非作歹到这个程度，他哪一天搞不好就关掉你新闻媒体，《纽约时报》把你关掉的可能性都存在，谁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国会议员已经胆大包天到这个地步，已经完全违反民主到这个地步。这个很像台湾的某个政党。对，看到台湾都可以关中天了，他们也要效仿。没错。然后60%人反对，他也可以当总统，这也厉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刚刚讲完了 TikTok 这个美国想要占为己有，但会不会比亚迪也同样是这个美国恨得牙痒痒，但是又觉得这个技术很想拥有的呢？现在看到这个雷蒙多讲到底有没有可能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开在美国的路上呢？他说是有可能的啦，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有非常主要的控制权。这什么意思啊？又想要把比亚迪给抢过去啊？他说能够充分掌握这些车辆的软体还有感测器的各种情况，也就是说我美国可以控制你啦，但是你们不要这个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你们就是有罪，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连这个叶伦他都讲了一番话，他说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加征关税呢？他说我们一定会将这个采取行动来确保国内电动车制造商的成功，来降低对于大陆的依赖确保在哪里？我们前一阵子还听到苹果都不玩了，你的确保会不会有点太晚了哟？那人家都已经努力10年，你美国政府嘞没有做什么嘛？人家库克都放弃了，那再来是不是就是有一种混合战的感觉？前面是这样，官方出来喊话，就说我要么限制你啊，我要么是要对你有控制哦。那还有呢，就是媒体也加入这场混合战了吗？因为我们看到就《金融时报》的报道，他说随着消费者选择电动车这个燃油车销售停滞，中国大陆将会出现数百家的僵尸汽车工业也就是唱衰别人就等于自己赢了一种概念吗？难怪谢峰要讲他说把电动车看作带轮子的智慧型手机起重机看成了特洛伊木马，去风险搞成去中国这样其实呢就是把这个中美的这个经济本来就是连筋带骨的，你要强行脱钩的话，一定会伤筋动骨。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日韩的车市也的确是被比亚迪给撼动。2023日本风云电动车大赏出炉，最大赢家比亚迪这个看起来这个已经在日本的市场横扫拿下了冠军跟季军的这样子的等于说宝座。那日经也讲到说，现在日产跟本田也有感受到这股压力，他们就说我们干脆联手起来，一起来降低成本看到比亚迪这样子的成长，所以他们就说比亚迪有占有生产电池的优势，那又占了这个电池就是这个电动车最主要的成本所以他们现在打算要来联手，因为毕竟看到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市场呢这个销售量一直在提升，他们要一起来开发电动车反制。那再来韩国同样也是，韩国的媒体就有讲到说这个可能今年第三季就会看到比亚迪进军南韩，直接威胁的就是现代汽车，而且韩国的媒体中央日报讲恐怕韩国厂商是无力招架的。那连现在这个现代汽车跟 Kia 他们在韩国其实他们很积极在做这个电动车，但是一直传出来一些问题比方说他们这个低压充电软体不良，所以这个车子临时会停车，然后电充不进去感觉上面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眼看着比亚迪就要来了，但他们自己却是状况连连。再来还有一个人同样也感受到比亚迪带来的压力，就是
这个特斯拉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比亚迪的滚装船首航德国，已经引爆了这个德国的焦虑。他们说啊，中国大陆的商品势必会席卷欧洲。那德国的《世界报》讲啦，现在电动车只是工业产品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未来就会看到整个是变成浪潮这样子，从中国大陆席卷过来德国，然后淹没整个欧洲。但是呢，其实比亚迪看好比亚迪，要说到一个人，就是这个查理蒙格他就是巴菲特的老友。那他就提到说，比亚迪是他人生中最棒的一个投资。我们来听听看。The BYD is going to be huge in electric vehicles. They're already huge.I am terribly impressed with BYD. It's been one of the real pleasures of my life. That older brother of Wen Changfu is a hero, and of course what Wen Changfu has done is a miracle. And of course that was a venture capital type investment. We bought marketable securities. It's been a wonderful investment, and it's been a very admirable company.好，当初就是他说服了巴菲特说，啊，我们要来买比亚迪哦。所以看看巴菲特讲法，他说比亚迪是这个蒙格忽悠我买的，投资比亚迪不是我的决定啊，是有一天蒙格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必须要投资比亚迪，然后他不以为意挂了电话之后，后来呢，蒙格又紧追不舍，又再打了第二通电话，就说我跟你说，他比爱迪生更厉害，王传福是爱迪生加比尔盖茨的整合体哦，结合体，所以坚持要投资比亚迪。那后来他们这一笔投资哦，这个股价翻了20-30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投资，也难怪刚刚蒙格会讲说这是他人生当中非常美妙的一个投资。那反观这个现在特斯拉的市值哦，蒸发了1000亿美元。他现在也赶紧哦，马斯克带着儿子一起去到德国厂去视察，然后也受到这个员工们巨星式的欢迎。那他也很开心啊，就说啊，德国真棒，柏林真棒。但感觉上面这个动作就是有点呼应我们刚刚讲的，因为比亚迪的滚装船已经去到了德国，所以是不是他要赶快去欧洲应战，所以就是赶快去到这个德国厂这边来进行一些视察，因为现在很多不利于特斯拉的消息，比方说它的贬值速度哦，说比这个玛莎拉蒂还来得快哦，二手车的价格会暴跌30%。那这个的确很多人现在开始有一点不太喜欢买特斯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折价率太高了。那祸不单行的是，昨天那个 SpaceX 的新舰第3度试射，结果升空之后，看起来很好，然后马斯克都很得意，已经在 X 上面说啊，这个很成功啊，然后这个超过预期的速度，恭喜团队。结果没想到回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个爆炸的状况。所以感觉上面有点诸事不顺啊。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电动车的混合战？这个电动车，即使美国现在有很多利空的消息啊，比如说川普如果当选，他搞不好根本就不要电动车啊。可是基本上节能减碳、气候变迁这个 idea， 欧洲已经接受了。而且欧洲已经有很多国家即将列入它的时间表，比如说2025年，挪威新出车就没有传统车了，挪威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那接下来你还会陆续看到其他北欧国家会先加进来啦，比如瑞典啊、丹麦等等啊。那德国可能会延后啦，可是他也不敢说他就不要电动车了。现在敢放出不要电动车的大概只有美国啦，那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对电动车本来就不热衷，他国内事实上有很强大的几个州，根本就是反对电动车的那尤其是共和党所以可是美国还是出现了特斯拉那我觉得美国人为什么很有挫折感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最近2个。因为我们要讲那个终端产品终端产品美国人才有感嘛，比如说 NVIDIA 只是做那个我们说 GPU 晶片，那并不是一个最后的 product， 因为最后 product 它有品牌啊。美国最感到骄傲的就是苹果跟特斯拉嘛，就这2个现在是有点节节败退了。比如说苹果就是面对华为手机的重新崛起嘛，那今年。第1季事实上在中国大陆销售就非常差了，那市占率现在已经破20还会再往下修。
我认为会下修到15左右啊。那华为可能就会又再度超过它。那这个对 Raimondo 来讲就是一个，他又意外成为华为的这个代言人，这样啊，他是已经够恨了。那现在又来了一个比亚迪，他又要代言比亚迪，又把美国的特斯拉，这个也是最后品牌啊。就美国现在真的是全世界拿出来的最后产品的品牌，然后称霸全球的，而且是民生用品的，我真的觉得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就会有那种很大的挫折感。好，来问一下赖老师，美国对于电动车的举棋不定的这个政策，哈，对于美国电动车的发展，真的是一个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啊。我觉得美国应该要趁早定案，因为这是一个你无法阻挡的一个世界的大趋势，大家都朝这个方向走了。这个主要是气候暖化、节能减碳，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它确实造价啊，现在已经拉到这么便宜了。而当它开始使用的时候，你用电的充电，它跑的比你用汽油的燃料还更便宜的情形下的话，那你想每个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会越来越使用这个电动车，而不会再使用这个汽车燃料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除非你一直维持这个油价很低。可是问题是不是产油国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他当然会想办法用电的一个方式来供应。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趋势美国人不赶快定，我觉得他们对自己不利。第二个，他们透过重伤打压、毁谤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业，尤其是电动车的汽车制造业，没有办法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因为你透过打压的方法，大陆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销售了，所以你看，连日本人，你说要他用外国车，这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日本的市场都被比亚迪都这样开始攻占了，而且比亚迪的企图心更强大，哦，他要在把日本这个市场要把它打下来，那当然就被迫这个。不管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的汽车的工业都要出来应战。可是问题就在于，事实上啊，本来这些国家汽车已经掌控太多年了，那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未来中国大陆成为一个主流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在就转到中国大陆的时代了，那就大家就接受就好了，也没有必要说在那边哀嚎啊。因为过去我们台湾，你看现在在台湾满街跑的国产车有几辆，都是进口车，对不对？那哀嚎也过了嘛，对不对？现在也是啊，未来也都是大陆车的一个时代，这个阻止不了。可是我觉得对欧洲人来讲，对日本、韩国、美国，他们最忧虑的不只是电动车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品牌会带动它的所有的家电、电器等等的用品，因为它都是相关的，包括冷气、音响，还有电脑设备各种东西。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跟机械化的生产都会如山到海的、排山倒海的这样涌向全世界，这个是挡不住的啦。好，请教谢老师。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跟它其他的这种还有燃油车哈，那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说。一般认为它都是用价格在取胜，其实啊，现在不见得是如此。中国大陆几乎几个大车厂都是车海战术。车海战术就是说，第一个车型很多，然后呢，你比如说像比亚迪，它有什么王朝系列、秦啊、汉啊、唐啊、宋啊、元啊都有。然后呢，还有海洋系列，海豚啊、海豹啦、海狮啦，还什么哈，哇，这个车型一大堆。然后呢，它还有最高端的车子。比亚迪最近出了两款这个高端的车，仰万 U8，一辆车你知道卖多少钱？106万人民币。这还不是天花板哦，天花板最近出了一个仰望 U9，你知道卖多少钱？168万人民币，折合台币736万，是什么？超跑，纯电超跑。所以大陆这个车基本上，它现在给这个西方国家、日本这些国家老牌造车啊，是一个又一个惊奇。他们觉得中国大陆怎么车子会做到这么快？那其实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国内的车市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所以它在全世界最激烈的市场已经经过磨练了，再跑到日本市场，再跑到美国市场，对他来讲是等于讲什么啊？职业球员跑去打业余赛了，对，是他很轻松的。所以现在特斯拉的那个创办人马斯克讲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车一定席卷全世界，唯一能够挡住中国车的，中国尤其电动车的，只有靠贸易保护主义。哦，他是专家啊，他这样讲，非常讽刺。那西方报道，你要听西方报道你就完蛋了。西方报道说中国车现在杀得不得了，今年会倒个10几家、20家，这有什么稀奇？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邱国正是不是剩下来目前在这个当官员的之中唯一会讲大实话的人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520前哦兵凶战危，所以民众党的委员就关切说天然气的存量天数哦，结果邱意莹跳出来说，哇，这个是有国家机密哦，所以他阻止了这个中油董事长李顺清来答询天然气的存量还剩下几天。那王美花的讲法是说，现在目前会提高存量的操作啦，那天然气的除槽的确也需要增加，让台湾的安全储量可以更多。那被问到说，这个如果跟解放军打起来的话，我们会打多久呢？这个邱国正的说法是说，我们会奉陪到底啊，这是他昨天提到的。那打仗其实也是要有这个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后勤，天然气能够撑多久，这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哦。那当然还有昨天有提到，就有媒体讲到，因为最近邱国正一下子睡不好啊，一下子又说啊，解放军一定要插旗5星旗到国防部啊，否则算白打。反正就是最近的这种金句连连呐，然后这个炮火四射，就有媒体报道说，是不是总统府认为邱国正这个人是个自走炮啊，好像很难以控制哦。那这个问题就问到了邱国正，结果邱国正就讲说，这也没毛病啊，不，这是我讲的。他说我装甲兵出身就是自走炮啊。他说没人跟我这样讲，我装甲兵出身的啊，就好像是自走车辆自走的炮啊，所以他也觉得说这个我就是自走炮，如何呢？那总统府是赶紧出来否认说没有，我们总统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哦。那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呢？邱国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我们来听一下。那你不希望说打到一开始打，希望美国来帮忙吗？难道不会有这样的期待吗？我跟委员报告啊，我们尽量避免作战，但作战一起的话，任何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帮助，我们都乐见，但我们不指望美军在附近，日本哪里附近，如果要来帮忙台湾，最快多久时间？一样，我没有指望，我因为我没指望，我就不算时间嘛。所以你想都不想就对了。想都不想，国家你还讲望别人嘛？几点钟还没来，万一爽约怎么办？所以看电影哎呀。好，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哦，他的讲法是说，我们不指望这个美国来协防台湾，人家觉得挺矛盾的，因为大家印象都是停留在2019年那个时候，蔡英文告诉我们，这个台湾如果承受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击，全世界会站出来啊。他讲的不是这样子吗？结果，邱国正讲出了大实话吗？就是其实不见得可以指望。亮哥表达认同，所以亮哥咳嗽了。对，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国为首的国家会有可能站出来吗？因为其实前一阵子我们也听到，这个日本也没有说，这个台湾有事情，日本不见得会来帮忙啊。菲律宾也是在演练撤侨这件事情，所以真的能够指望这些国家站出来吗？还是？听听就好，因为乌克兰最后也是自己打的那场仗嘛。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布局西太平洋，去年坠海酿成了8死哦。美国的寡妇制造机今天在日本复飞了，这是昨天的一个消息啦。那这个是鱼鹰运输机哦，因为去年11月就发生这个坠毁事件，所以全球的鱼鹰机都停飞。那现在目前坠机的原因没有公布，可是呢，在冲绳县这边，美军的普天间机场又开始恢复鱼鹰运输机的飞行。那冲绳县的政府就批评说，这事故未明啊，原因都还没查清楚，怎么就复飞呢？这是在蛮干啊。那玉成丹尼更是说无法接受，只获得这些说明就复飞哦，有意要求要撤销这个复飞的指令啊，因为他们觉得说还是人命关天啊，所以日本也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一些声音跟想法呀。
那苏启提到了，美国在南海是虚张声势吗？他说，的确，现在美国在一个转型的脆弱期，因为2020年在兰德公司看到一份资料说，美国想要在日本、韩国、澳洲、菲律宾这些地方来放飞弹，可以射大陆，结果他们得到的回应都是 No， 就是这些国家全部都 No， 是不是也打脸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蔡英文讲说这些国家很多国家通通都会站出来啊？结果你看放个飞弹，大家都说 No 哦，那看起来我们真的也是要像邱国正一样，不指望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哦。另外看一下这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在19号跟布林肯会面了，要商议合作跟安全的事宜。他其实才刚见完肖兹，现在又要来见布林肯哦，也反映出来现在南海的紧张升温的一个态势。除此之外，我们看这大陆的外交部回应了，他说要停止借外力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哦，这是在对小马可仕喊话。汪文斌提到，他说愿继续与有关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通过谈判协商来妥善处理这个涉海矛盾的分歧。那再来，这现在目前中美的军事比拼哦，因为这个5代机的战机数量，现在大家再比一比，歼20从去年开始哦，以4条脉动的这个生产线加快产量之后，现在目前专家估计已经有大概300架了，成为全球第2大5代战机的机队。那美方呢也赶快要这个 F-35进入暴兵模式哦，以每年150架的惊人速度全速产量产。那现在说要展现军事超级大国的实力哦，但是美国能不能用这样的速度成功达成是一大问号，但是先喊话出来了。那的确，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就是有一点忌惮。我们前几天节目当中有提到轰20哦，在这次两会的时候，说轰20快要出现了，所以美国的这个防空司令啊，他们讲到说，我们这个看到解放军可能即将在美国的识别区来活动，陆媒就分析了，他说会有这样的说法，其实蛮罕见的，代表轰20即将完成与中共这个空中武力的进展，让美国的防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啊，就是说他们可能听到了轰20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动作。还有呢，这个美国的海军在2025年的会计年度预算里面，很罕见的哦，就是说只要求采购6艘战舰，这也是近年来需求数量最少的记录哦，而且目前还有19艘船在退役的名单。那这样子的一个速度赶得上它现在目前全球的这个军备的需求量吗？恐怕是不够的。美国的情报有提到说，现在光是中国大陆的极音速飞弹的发展感觉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后头了，因为这个目前这个中国大陆拥有最大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个武器库哦。反观美国近几年呢，就是几次的试验都是失败的，所以看起来在这边这个领域里头，高超音速飞弹的研发，恐怕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相比起来，研发受挫。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邱国正的大实话？邱国正那个是因为金厦海域被没收，台海中线被没收，所以他对国军如果在第一时间，这个第一集到底是要按照什么样的 SOP， 人家当然会问他嘛，那他要做回应嘛，那我们本来是说一定要对方攻击你才能够有反制的攻击嘛，那因为现在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嘛，比如说他越中线已经成为现实了，那前一阵子还有在距离台北大概1分钟的航程，那你怎么还会有时间在等对方对你攻击你才做回击啦？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修正啊。不过我坦白讲啊，他修正这些也没有用啊，因为比如说歼20就是隐形战机啊，你看得到吗？轰20也是隐形啊，你看得到吗？中国大陆无人机利剑也是逆中的啊，你看得到吗？所以我坦白讲，这个立法院在质询这个第一级的定义要不要调整？我看立法院应该要进一步问啊，我们看得到逆中的吗？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就已经有逆中的利剑无人机啊，对，本身就已经在飞了啊，到底有没有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啊。坦白讲，对于这种讨论啊，
我觉得就听听就好了，因为蔡英文讲话也从来没有兑现过啊。蔡英文2019年就公开讲过，那个时候裴洛西还没有来啊，所以中国大陆是没有越中线的。他说你只要越中线，我就强制驱离。蔡英文2019年就讲了，慈母守中线。那个是后来到了佩洛西的时候，结果佩洛西之后，动不动每一个礼拜都有越中线啊。那蔡英文那个强制驱离在哪里啊？慈母没底线。哦，所以他还不止这样，他还懂 look up。那个佩洛西那次的围台军演，如果不是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了那个导弹的落点，你会知道吗？我们就想隐匿嘛。这个就是蔡英文政府的手法嘛。他2019年就说越中线我强制驱离，根本做不到啊，就每天吹牛嘛，然后还敢搞抗中保台，这么会吹牛。然后你看他说，我们希望美国为首的国家会站出来，他为什么要讲的那么抽象啊？你为什么不敢讲说我们希望美国出兵？你为什么不讲具体一点？什么叫站出来啊？做国际谴责也是站出来啊。对。哦，我可以想象，以美国为首的，包括日本啊、韩国啦、欧洲啦，很多国家都会谴责啊。那谴责有什么用？哦，所以就是这种政府嘛，这就是民进党嘛。你一天到晚在搞抗中保台，那真的军事的对比浮上台面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开始躲嘛，都讲一些抽象的，跟现实落差很大的。那邱国正只是讲了部分的实话，事实上还有更赤裸裸的现实你没有面对。比如说，我们没有听到立委去问邱国正呢，请问如果是隐形的战机、隐形的轰炸机、隐形的无人机进入台湾境内，请问我们看得到吗？对不对？太难回答了。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邱意莹事实上他这个妨碍了别的委员知的权利了。那这些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啊，张启凯问，对，是出于善意啊，他没有要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啊。而且张启凯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公开的规定啊。是，你这个有多少存量，这都是法定规定啊。对，那个台电的董事长李顺清啊，他说，照规定，台湾的天然气安全存量是8天，对啊，规定就是这样写的，这什么国家机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扩充到11天，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所有委员他质询政府官员，他都应该都有这个知的权利啊。那我不晓得这个邱意莹他有什么权利叫人家不要讲，然后他什么都是国家安全，就跟美国一样，跟美国人学啊，国家安全什么都没有，国家安全不是你一个人讲了算的，对不对？国家安全是要让大家有知的权利才是国家安全。那我们就要来探讨为什么邱意莹不准人家讲。如果是80天的话，邱意莹会让人家不让人家讲吗？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只有8天啊，对不对？只有11天啊。对，这就是民进党现在企图遮掩的，就是说有一天台湾还陷入危机的时候，我们在家里烧洗澡水可以烧几天？它就是8天嘛。所以撑不过2个礼拜。对，撑不过2个礼拜。你知道这个根本不是国家机密，这更公开的秘密啊，这也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你现在你全台湾到处修那个储气厂好了嘛，对不对？你现在比如说现在中油的在我们这个桃园的炼油厂附近已经住满人啦，附近过去是人烟罕至，现在附近都是人啦。台湾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你要把战备的这些提到1个月好了，好吧？那你要多少的地啊？那要盖储气槽啊，对。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这个就是我们先天的弱势。那邱意莹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他怕怎么样？老百姓知道真相以后呢，就更希望两岸和平，就更希望这个台独政府不要拿台湾老百姓的幸福啊，去那个样子去怎么样？去挑衅大陆，
去追求你自己那个永远不会达到的那个假的政治目标，把台湾推到战火。因为战火的话，不要战火，对方只要把我们这个补给线把我们封锁一下，8天没有天然气了。蔡英文的能源政策是什么？蔡英文政策，我们几乎一半的发电要靠天然气啊。到时候不但家里面烧菜没有天然气，烧热水没有天然气，电也没了。对，你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今天邱毅应该去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不是不把这件事情不怕老百姓知道，还什么国家机密？国家机密是你随便定的所以这些人，我觉得这些权力的傲慢从邱毅人这些人的嘴脸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妨害老百姓知的权利，就打这个国家安全，他算老几嘛？好，来问赖老师。乌克兰跟北约的国家有陆地上的接近都连在一起。北约有31个国家，然后以美国为主，然后还有德国、法国、英国等这些他们的国防工业能力也都不弱。那俄罗斯就有1亿多人口，他面对几亿的，美国就3亿多了，再加上欧洲4亿多，加起来7、8亿人口那他的军队的数量远远都超过俄罗斯。然后俄乌战争之后，你看北约整个组织都不敢介入，而且当法国马克龙说这个我们应该要进去跟俄罗斯打仗啊，你看美国人跳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打仗，上上下下连北约秘书长都说我们不会介入打仗，这代表什么？他们连俄罗斯都怕。1亿多人口的俄罗斯，中国大陆14亿人口，中国大陆目前的整个国防的整个国家的总力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俄罗斯好几倍了。而且台湾是海岛型的，那台湾是海岛型，美国根本没办法介入，所以邱国正讲的是实话，也就是说，第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会介入，包含美国在内，所以美国是在骗台湾人，说我对你的承诺坚若磐石，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你做不到，你也不敢做，也没有一个国家敢做，这个就是苏起他揭露出来的，也就是美国他要。韩国、日本、菲律宾等这些国家说：“我的导弹放你这边，那为什么这些国家都说不要？你应该放你自己国家那边，为什么要放我这边？因为导弹放我这边就是我挨轰嘛，那我就会一定是第一时间就被解放军的导弹攻击嘛。那我就本身无端的，我就整个陷入了战火。你为什么不放在你美国这边？你要放在我这边？所以这些国家当然都拒绝嘛。你看。”连放一个导弹都拒绝，还会说会介入台湾的战争，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尤其是欺骗台湾的民众。邱正讲了一个实话，但是刺痛了民进党上上下下的人，民进党每个人都抓狂了，都受不了了，快崩溃了。那其实因为邱国正告诉你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民进党在骗你们。因为美国、日本等所有的政客，他们只是一张嘴在骗你们，他们根本不敢进来，也不会进来，也绝对不可能进来。好，那我们再看，以目前美国为什么海军它的力量那么少？它只有4个造船厂，中国大陆有20几个，我讲是军舰的造船厂，所以很明显的就是美国的海军的造舰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当然，它的预算也不能编嘛，因为根本。你生产制造的量根本不大，而且美国的海军部部长到日本、韩国去的时候，看起来也没成功，当然他的预算就编不下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